彭书记，我还没给您倒点茶呢。哎，邱总，对，我也给你们带了，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。哎，话说啊，这个茶叶就像我们山区，您看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省城，这个呢是我们邻省的省城，而这个就是一个直辖市。我们省城离我们山区的距离是最远的，但是开车只要不到3个小时。就这还没开全速呢。对，等到高铁修通以后，距离和时间将会大大的缩短。虽然我们山区的植被确实受到了一些破坏，我相信经过我们人为的干预以及大自然强大的修复能力，不出3年，我们山区的面貌就会完全的恢复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敢说我们绿野山区会成为这3大都市的一个后花园。这好项目啊！邱总，这个茶叶呢是我亲自给您炒的，但是需要放个10天半个月，经过充分的氧化以后，喝起来口感会更佳。谢谢彭书记。但是我走的时候好像说过，您山区的环境背景、人文素养和我们集团的兴趣、投资意向极其的不符。那只是您在我办公室里的误判，咱们俩真正在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，应该是在江边吧？彭会长，这邱总真的是一个胸中有山水、心上有情怀的大女子啊！江边确实挺美的，但是你们镇上的环境也确实挺差的，这个需要改善。前期呢，你不是说要把矿山全部铺满茶树吗？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。环境不恢复的话，那我们后面有再多的想法也没有办法展开呀。这说的有道理。一边关停矿山，一边呢扦插茶树，同时进行基础工程的建设，这个并不矛盾。那不如这样，咱们能不能把茶树的扦插作为我们第一次的合作？彭书记，像这种污染企业向绿色产业转型的典型案例，你们政府就没有什么扶持政策吗？比如说无偿提供土地使用权，无偿组织人工进行前期的扦插。当然，我们政府会有一部分的补贴，但是也要等到我们做出一些成绩以后再说。我也可以发动我们那的村民自行扦插。我跟我爹就能干。我也想问问彭会长，那你们会给我们一些什么？我们就是销售环节，比如说包装、宣传、推广，资金的回流和再应用。那不就是2道贩子吗？小钱，这样吧，月底有一个茶评会，我是茶评师。到时候如果你们的茶叶能够获胜，哪怕是获得相应的奖项，我们就认真考虑投资打造山区茶园。那正好，月底的时候呢，茶叶也陈化完了，希望这一次是我们合作的开始。彭会长，您是我们家乡的杰出代表，我特别希望您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回家乡去看看。好，哎，你也别急着走嘛，让我略表心意，用个晚饭嘛。那就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彭会长，我给您带了一箱我们家乡的老酒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这可舍不得，你看，我连顿饭都没安排你们，这礼呀我不能收，还是带回去吧。行，哎，你说这孩子，那我们先走了，真的耽误您时间了，彭会长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邱总。再见。彭书记慢走。这个分手显然是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投资意向，故意带这帮傻孩子过来装傻充愣。他呀，最可恶的地方就是他心里明明什么都清楚，还在那儿装乖卖巧给我戴高帽。这高帽子你也确实戴上了，毕竟你也同意了。同意什么了？开发茶园呢？如果真的能打造出一个新的品牌，顺便做做也无所谓。女孩子毕竟还是感性。我确实觉得他这个茶叶品质挺好的，
不输一些大牌。另外，我对那个山区确实有一些小兴趣，一点莫名其妙的小兴趣。张璇，啊，你还当真把这箱酒给抱回来了？他们这种人又不缺酒，再说了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这酒才不给他。你怎么就看出来他们没有诚意了？就今天你们谈的这事儿啊，跟我和我爹捡破烂其实没有什么差别。他们有钱，就相当于他们家有破烂。我和我爹想要，那是不是得先拿话摊他们的底？可是人家不想给，也不能直说，那只能先拿话敷衍敷衍。所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反正我爹和我说了，人家要是给，咱就拿着；人要不给，咱也不用总惦记。我还得靠着这个茶树来打开局面呢，怎么能不惦记啊？哎，你说啊，要不然咱们就试试，你跟你爹来干怎么样？啊？我没干过那个呀。怎么，这么快就怂了？刚才你不是叫嚷着要自己往上走吗？我刚不是配合你将他们军的吗？你书没读几天，还玩上兵法了？我带你不是来唱双簧的。我还纳闷了，你说你来谈这种事儿，为啥不带自己人，带我来啊？一，我是怕自己路上开车犯困；二呢，我是带你来见识见识世面；三啊，我知道他们诚意不足，所以也没必要那么正式。我只是试探性的在争取，带着你插科打诨正合适。我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，那些个商业大佬，还有那些高楼大厦，都没电视里好看。怎么，就这样了，你还不感兴趣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那路上找个地方带你吃好吃的。那也没意思。你要是真想请我吃饭的话，不如什么？你看看啊，我今天可是帮你省了整整1箱酒，你就送我一瓶呗。我想让我爹尝尝，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。整箱酒都给你爹了？真的呀？谢谢大王哥。哎，这下我爹可乐坏了。看看咱们的巴山，还是回到山里踏实。城里堵车那会儿啊，我快烦死了。哎，到家喽！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往后倒点。哎，站住！你过来。彭大旺这怎么说呀？怎么说？我不是让你探探他的口风吗？哦，爸，我觉得吧，人要讲信用，咱们说好了给他1年时间，那就给他1年时间吧。你别两边和稀泥了，这么点小事就办不好。不是爸，我虽然没有说服他让咱们开新矿，可是我一直在给他压力，让他不要关咱们老矿啊。说什么？他还关我的老矿？不是，是他要在咱们家的老矿边上种茶树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万一成了新兴产业，咱们能赶在前面啊！行了，这事我根本就不看好。不是爸，你往长远的想。长远想我也不看好。行，那咱们不种。那如果把咱们家废弃的旧矿坑或周边的废地给他，让他自己种呢？那要看他给我什么条件了。就算是废矿废坑，那也是我的矿，他总得给我点补助吧？行，我就和他谈。给我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你们动不动就找机会去开溜。不是爸，这矿上杂七杂八的事我真的不感兴趣。要不你让我去食堂买菜吧？哎，行，你干你感兴趣的事儿。另外啊，找时间把咱们家老房子装修一下。5·1啊，你跟文彤就把婚给结了啊。爸，您这时间挑的，11它不香吗？11人那么多，人挤来挤去，有什么可香的？还是5·1吧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哎，老王。
要我说呀，我儿子就是厉害，随便出一趟差，就给老子整回一箱好酒来。哎，说实话，啊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喝。行，这半瓶啊，留着我过年再喝。剩下来那几瓶酒啊，在院里挖个坑，埋它20年。干嘛？留给你孙子喝呀？孙子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要是20年后啥也没有，我就自个儿把酒挖出来卖了钱，当个养老费。想的可真长远。要不是当年他文老二鼓动村民们动手脚，那姓方的也何至于当上村主任呢？那现在成天躺着喝大酒的，不就你爹我了吗？怪不得您见不惯那些当官的。我当是您清高，没想到您是酸的，就为了喝那口好酒。你放屁！浪费。自从你娘没了之后啊，爹也就不较真儿了。现在顶多是讲讲歪理儿，啊，痛快痛快嘴皮子。爹自己心里清楚，要真干事儿啊，还得老方老文他们。爹真要有那种废物再利用的本事，也不至于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废柴。现在想处理都没法处理呀。上次你还说我是个栋梁啊，这次怎么就成了废材了？您要是这样瞧不起我呀，大旺哥茶树那活儿，哎，我接了，我非要做出点成绩让你开开眼不可。行啊，爹儿今儿还来了情绪了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怎么干？爹呀，啊，您要是真想激励我，也不用把我比作这些个垃圾废物。行，今天呢，爹就好好给你摆摆道啊。目前这茶园就是你钱小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可这万事万物啊，都有变数。这矿山上种茶树呢，貌似简单，实则不尽然。搞好了，兴许像老文他们搞村企一样，搞出个大动作。但说不定，这就是个大骗局。骗局？这可是大旺哥推广的呀，他怎么会骗人呢？这年头骗人种这种那的还少吗？到头来，他们向下卖茶苗，向上呢骗补助，最后钱都进了自个儿腰包了。农民怎么样？天知道。你简直就是……那话怎么说来着？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没错，没错个屁！你不学无术，就会整这一句。爹也没说他彭叔望骗人，但是记住了，爹的这个疑问，代表了广大山区群众的根本疑问：茶树怎么种？茶苗要不要钱？土地承包费是多少？1亩茶园投入多少，产出多少，多少年才能收获？收获之后怎么制茶？制完茶之后卖给谁？又能赚多少钱？这些问题弄不清楚，它就是个坑。就算他彭叔望没有骗人之心，这也是一个坑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坑。您说的这些，倒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怪不得大王哥要找那些人合作，看来不只是钱的问题啊。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，你钱小泉何德何能啊？还不是别人都不爱搭理这茶，要不然怎么轮到你头上？
你呀，说不定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屁。砰，放喽！哎，好复杂，好复杂。不听你说了，回头我提醒我大王哥去了。原则就是啊，政府主导，政策引导，用市场化方式来推进矿山的生态修复。就这一片了，都开采过了，没有什么价值，倒是可以给你们利用。只是跟我爸说的时候，他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，只是说看政府给多少补贴了。补贴？你家钱还没挣够啊？这废矿坑还要啥补贴呀？矿山生态治理由矿山企业承担，你爹他们要补贴不合适啊。可这毕竟是我们家的山头啊！我倒是不在乎，只是我爸这么说，我能怎么办？大王哥，咱们镇子里可顶属你最大了，你说话不管用啊？咱们这次啊是试验性的，不能强行的去推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争取那些大爷们的支持，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你爹。是啊，本来没多大事儿，但他现在吧，对你对我都闹着别扭呢。不过小圈，我可是完全支持你的啊！咋支持？用嘴支持啊？我能支持你不错了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干成点事儿，别到时候连讨老婆的钱都挣不到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人就别吵了，都想想办法吧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别找借口找文同去啊！关键时刻，钱小泉这脑子啊是最聪明的。我倒希望他能再聪明点儿。哎，咱俩偷个懒去？我哪有时间跟你偷懒啊？很重要的事儿，走吧。我不去。快！哎！阿不二婶，你又跑我们家干什么？找文通有事儿。打小我就看见你，天天来我们家找彤彤有事儿，到现在，我也没看见你干成一件什么像样的事儿。我这次找文通真的有大事儿。走，小泉。你说事儿，你盯着我干嘛？我就喜欢看着你，我看着你可开心了。你不是有我那么多照片吗？你看照片去呗。那都是你以前的照片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张照片吗？就是在湖边那张，上面有方梦初，我整不掉。那我教你啊，你看。这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会想起你。你终于知道想我了？不是那个想你，那是哪个想我？我是在想，你是不是应该去找个挣钱的工作啊？你看方梦初，他也回到矿上了，要不你跟他一起去矿上？他之前不是也邀请过你吗？我才不去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那你的想法能挣钱吗？还不知道呢。我发现你最近怎么掉钱眼里了？我那不是因为你吗？你说你要不找个挣钱的工作的话，你将来怎么娶媳妇儿啊？娶媳妇儿要花钱吗？当然要花钱了，这个你都不知道。那娶你也要花钱吗？娶谁不花钱啊？那娶你要花多少钱？神经病！你老拿我开玩笑，你赶紧说正事儿。还真有个正事儿，没准还能挣不少钱。什么事儿啊？
爹，那个……哎，不许说，不许说，不许你现在说。那你等我走了再说。你不是要找我爹帮忙的吗？那你也得等我走了再说嘛。阿婆，我走了。一天到晚就没个正事。爹，找你说个事儿呗。你说。小泉说他想在方梦初家的矿上种茶树。看样子，这大旺是要有实际行动了啊。可是你看他找这人，爹，我不许你瞧不起小泉儿。可这是好事啊，我会支持他的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但是方伯伯他难为人，他不肯出地，然后还要补贴什么的。不会吧？这年轻人现在干点事，他不容易。对呀。他干嘛难为人家呢？如果真要这样啊，我还真得找他去问问去。太好了，爹，还是爹你最好了。我先走了。我怎么了我又最好了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虽然我不知道拍成电影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，光从剧本的来说，就从文学角度啊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不会在敷衍我吧？为什么要敷衍你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只是说我不太懂，毕竟隔行如隔山嘛。你还不懂？你那一个小短片都快把自己写成专业制片人了。哎，就凭你自己的理解，你给出一点建议嘛？啊？哎，你方梦初这么骄傲的人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？这是关乎我梦想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不谦虚呢？你只有指出了问题，我才能改正问题啊。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。就是这一点点的小常识，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。行了，赶紧说说吧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不足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。你想，你这个故事讲的是一群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奋斗的年轻人，他们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奋斗，最终实现自己梦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不好看。不好看？那你刚才说不错，什么意思啊？不错，我说的是选题，以梦想为出发口，这个还真的不错。那有什么地方不好看的呢？哎，来，你再看看啊，你这个故事的几个主人公，一个厨师，一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，还有一个是演员，而最终呢，这个厨师呢开了饭店，这个师范的毕业生呢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，而这个演员成为了一个大腕，就连你这个最不靠谱的制片人，也拍了一部获奖的作品哦。还有钱小泉，他最终呢成为了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，只不过是你把他这个角色搬到了城里。是啊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就是因为所有一切都太对了，所以才不对。不是，你说话能别老兜圈子，你直说行不行？观众没有期待值，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尾，因为每个人都成功了，所以说显得不够真实，没有生命力。啊，那我写一群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年轻人，最后失败了，他就真实了？不，是有成功还有失败。你想想啊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去追梦、去奋斗、去打工，有一部分人成功了，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失败了。这一部分没有成功的人，他们发现广大的农村才是他们奋斗的舞台，于是他们一个个来到了咱们这里，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，在这里，就在咱们这里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体现了自己的价值。你那个文档删了吧，就当没看过。为什么啊？我说的不够精彩吗？有成功有失败，这样才有反转；有青春有梦想，这样才精彩。而且从城市到农村，处处都是亮点。唉，你尝尝这个茶。
这茶有什么好喝的？哎，它能比酒好喝呀？这个彭大王还搞什么茶烟？我看他呀，就有意识跟咱们过不去。哎，老方，我琢磨着，这大王如果真把茶园搞起来，咱得支持人家。你还跟人提什么补助啊？你说这荒地早晚都得整治，政府真要给你收回去，专门去整治，你还不得受着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是这种人吗？哎，我就是觉得呀，这彭大王他一直不把新矿的事给咱们办下来。我想拿这事儿，我呀难为难为他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是啊，也对，咱就拿这事儿啊，跟着彭叔啊敲敲边鼓，让他把咱新矿手续早点给咱发下来。哎，只要新矿一办下来，别说那荒地了，老矿我都交给他，他随便种。这一边整治这荒地，一边开着新矿，咱们两边都不耽误呀。对呀。哎，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由着他们来，是吧？哎呀，老书记，你这话才说到点子上了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小芳，哎呀，我说小芳呀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是你让我指出问题的，我说了，生气了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呀，也就是个乡镇文化站的水平。乡镇文化站怎么了？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乡镇文化站。基础文化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。那基础文化建设是什么？不就是我们的乡镇文化站吗？唉，我看我还是回去挖矿吧。那也行。唉，反正我已经跟文通说好了啊，他对来我们文化站工作非常的感兴趣。不是你跟他说了？他答应了吗？呢？我当时只是凭感觉随口一说的。对呀，所以你的感觉对于我来说非常准确。怎么了？没话说了？没话说，那你想不想再听听我一些非常的想法？你要说赶紧说。我说你啊，与其再拍那些真真假假的东西，多没意思啊！要玩，还不如玩些真的，玩些高级。你抽出一点时间呢，来我们保水镇做一个调研报告，然后根据这个调研报告呢，写一个剧本，我跟你在现实生活中上演，这样多精彩！你往我们镇上呢多找一批人才，我给他们最好的待遇。咱们大家把两山理论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，于现实生活中上演。当然了，你还是那个制片人，咱们一起玩转大山，这样非常之刺激，非常之精彩。我现在已经够憋屈了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不能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在一块儿？怎么了？你说。哦，行，我转告他。你爸说什么？他说，只要你让他开新矿，他不仅会把所有地皮都贡献出来，还会出资资助茶园的建设。后期的补贴呢，他一分钱也不要了。我倒觉得是个好办法，你自己考虑考虑。面谈。你怎么想的？我是一种感觉，但请你相信我这种感觉。你爸要是坚持这么做下去，一定是包赔不赚。随便怎么样，反正我对这件事不上心。你必须得上心。我为什么要上心啊？你爸打这个电话，突然让我明白，其实他对我们这个补贴根本不在乎，而且他也明白，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会有补贴。没有补贴谁种茶树去啊？钱小泉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希望。你爸只是用这个在跟我们谈条件，其他的他都不在乎。那这个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当然，这个就得靠你了。你倒是会安排人啊你！
因为你是我全部的希望。拉倒吧你！喂，邱总。彭书记，您什么时间方便来我办公室找我一趟吧？我有事儿跟您聊。必须得我过去吗？电话里面谈得清楚吗？当然说得清楚，只不过我非常重视这个项目，希望和您面谈。行，那时间地点你定。好。好，拜拜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哎，还是上面的空气好啊！哎，小泉儿啊，给，那个老鸭汤炖的怎么样了？马上就好了，得多炖一会儿才能入味儿。我就是喜欢喝汤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方子，茶园的事儿，你爸怎么说？我爸怎么说，最后不还是得听我的吗？你就帮帮小泉嘛，他做点事也挺不容易的。是啊，你就帮帮小泉嘛。你知道我为了让我爸把废矿坑拿出来，我做了多少牺牲吗？这么说，方伯伯他同意了。我跟我爸说，我对矿山不感兴趣，想做茶园，将来呢，也许会成一个全新的产业。我这么说，他才勉强答应的。太好了！不是我干茶园吗？我不这么说，我爸怎么答应啊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跟他说，我要跟你一起做。我才不干呢！合伙的买卖不能做。我跟我爹一起收破烂，我都犯别扭，更别说跟你这儿搞什么茶园了。我不要，我都给你。我爸不光出地皮，还有前期资金呢，不然光给你一块地，你怎么做呀？哎，江小泉，我为你牺牲这么多，你不感动吗？能不能成还两说呢。我还怕耽误我收破烂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把它不当回事儿。这茶园要是干好了，也许效益比我们家矿山都高呢。你要真想做的话，你就得多学习、多了解，知道吗？第一，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不好。第二，现在没有定的事情都说不好呢。第三，我就是不愿意领你的情。小泉儿，我觉得这次方子说的有道理。行，那你觉得行我就信。那谢谢你了啊。到时候呀，我就是大老板。到时候你们方家的山都是我的。到时候文彤，到时候我带一群小朋友去你茶园玩。行，拉钩。哎，钱小泉，我发现同样的道理，我再怎么煞费苦心，你都在怼我。文彤随便附和一句，你就当至理名言一样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谁叫你总是一副盛气凌人、高高在上的样子？我看了就不爽。我哪儿盛气凌人，哪儿高高在上了？好了好了，你俩就别吵了，这事能成就行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真答应彭双去文化站工作了？真的？有这好事儿？我还没有答应他呢，我只是挺喜欢那儿的，我不老去那儿玩吗？所以我就在想，如果去那儿工作的话，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玩归玩，但一旦你入职的话，你就很难脱身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帮钱小泉这么大的忙，我不求回报，就是不想让你在文化站工作，这点你得答应啊。不行，我宁可不要那茶园，我也要文彤留在文化站工作。不是钱小泉，你有完没完啊你？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
不是，方梦初，你是不是只为了在口头上打败我，而根本就不顾文彤真实的感受？我犯得着打败你吗？好了，你们别说了。其实这个事儿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呢，毕竟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。但是我答应了大王哥，如果他有需要的话，我就过去帮忙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要当老板啦！邱总，彭书记来了。彭书记，邱总，你这公司果然是十分的大气啊。来喝茶。要不然我来吧。您坐着吧。那就客随主便了。邱总，您这套茶具看着好别致啊。来，谢谢。喝茶。您这次喊我来，先喝，再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呀，你应该最清楚了。这次你给我带来的茶叶只能闻不能喝，闻起来还是很香，但是喝起来却有异味。如果一个产品不能保证稳定的质量，那根本没法做的。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？知道。非常遗憾，我们没有办法合作了。我本有诚意的。邱总，非常抱歉，耽误您时间了。告辞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个想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您说。我想聘您来我们公司。好。我十分愿意，并全权负责贵公司于绿野山区的开发与建设的工作。行，看来咱们缘分已尽。慢走。再见。大王哥，大王哥，想什么呢？大王哥，是不是他们又反悔不想投资了？对了，我爸可说了，如果以我个人名义来做的话，他可以出资。反正那些茶苗一插就火，咱们多组织一些人手干就是了。不是那么简单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就我们家那些茶树根本就扦插不过来。专家也说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外地购买最优质的茶苗，一次性的把矿山铺满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但是，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是不是他们那一套宣传包装推广现金流的问题？是茶的问题。谁说的？你见过的邱峰，邱总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他不想投资，故意这么说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甚至都想，他会不会是拿别人的茶来跟我们的茶调包了？但是有一种味道，是调包不了的。什么味道？
挺好的呀。我尝尝。啊。我好像也尝不出来。源头，你尝尝。矿渣味儿。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，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被爱错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